要讲多少次？要讲多少次？到底要讲多少次 ？MCO 还没有结束嘞，病毒还在嘞，你们就那么勇敢吗？前几天才有报道说，因为有86个人没有服从 MCO 而被抓，不要开玩笑嘞！你们这样大的靠山嘞，不怕被抓，不怕被罚款啊？国家领袖啊、部长啊，没有服从 MCO 都要被抓嘞，都要中招嘞！啊，部长去国外回来没有隔离，没有被抓啊，只罚1000块啊！这段剪掉啊！哎，不怪得讲不会听啦，讲的不会听，原来有榜样在看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庚炎医生，欢迎收看《医生火了》。为什么我刚才会那么气愤呢？为什么我会对这个病毒特别有感触呢？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照顾老人疾病的医生跟专家。我们的组织呢，基本上都是照顾一些有病或者生活上需要护理和帮助的老人家。老人家呢，都是属于高风险族群，尤其是身上有带病的，更容易因为染上病毒而不治。在这段期间，因为病毒猖狂，许多住在疗养院或老人院的老人家，因为封锁的关系，没有办法看到自己心爱的家人，所以看到那些不遵从 MCO 的人，心里面是特别气愤、特别火的。常常听到一些人讲，我年轻，中到病毒也没事情，或者我有钱，罚款罢了吗？没什么大不了。想到这个，又要想到骂人了。Hello， 这个病毒是传染性疾病，你自己染上了这个病毒没关系，可是你会把这个病毒传给老人家、传给孕妇、传给孩子，这些人都属于高风险族群。你看吉打州的那个案例，因为一个不听话、不遵守 MCO 的人，现在不只是在吉打州而已，在槟城、在玻璃市，也因为这个不负责任的人，害到那么多人染上了病毒。我们每一天看到那些数字呢，都是被测试的人。没有被测试的人其实还有很多，病毒到底有多少，到底潜伏在哪里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说得定。所以呢，大家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。这边呢，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知识和回答一些常问问题。这些东西其实都说了很多次，可是为什么还要一说再说呢？就是因为说了那么多次，都还是有人听不懂，都还是有人没有遵守。所以这边呢，又要跟大家再说多一次了。首先要说的就是 quarantine 隔离。什么是隔离？为什么需要隔离？测到 negative 之后，为什么还要隔离呢？故事是这样子的：这个病毒的寿命是长达14天。14天过后，如果病者生存下来呢，那个病毒就会在这个人的体内消失。病毒消失之后，就不会再传给别的人。不管是国外回来，或者是怀疑染上病毒的人呢，都会经历这一段测试，叫 PCR swab。PCR swab 就是用一根小刷子，在被疑患者的鼻道和喉咙那边拿一些样本去测试。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这个 PCR swab 的准确度只有70%，所以依据 SOP 呢，14天后又要被刷多一次。因为如果刷了2次都是 negative，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确定的说这个人是没有病毒的。其实有很多案例，第1次刷的是 negative， 第2次可能会是 positive， 所以这为什么隔离很重要？无论 negative 或者 positive 都一定要隔离14天，这个人才不会再把病毒传染给别人。那被隔离的人呢，都会穿着一个粉红色的手腕标签。如果看到了穿着粉红色手腕标签的人，请你提醒这个人好好的回家做隔离。他不听话，你可以报警抓他。还有人问我，为什么去到哪里都要 check in， 很麻烦嘞 ？Hello， cannot 啦，麻烦呢也要 check in。如果真的水一个带病者去到一家店，卫生部呢可以根据那个 check in 的名单，检查说有谁有可能接触到了这个带病者，然后可以根据名单做出 contact tracing。凡是有可能接触到这个带病者的人呢，都需要被刷。我们吉打州的纳西干达大叔就是没有做 check in， 卫生部也没有办法做 contact tracing， 所以到现在他们要测试的都是好几千个人。到目前为止，卫生部也没有办法拿捏说这个病毒已经传染给多少个人。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病毒已经传染到了3个不同样的州，用10秒钟来 check in 一下，或许就可以救到了更多的生命。
还有人问我都没有发烧，没事的，为什么要这么小心呢 ？Hello， cannot 啦！一大部分的带病者呢，他们都是没有症状的，好像正常一样，可是身体上却带着了病毒。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，既然没有发烧，也可能是带病者，那为什么我们那么辛苦去到哪里都要一滴滴检查体温呢？身体发烧并不一定是感染了这种病毒，也有可能是其他病毒、细菌或者发炎等等而引起的。发烧就算没有感染到这种病毒也好，反正就应该待在家里休息，应该寻医、吃药、多喝水，而不要到处去，以免把自己身上的细菌或病毒传染给别人。测到没有发烧的人也有可能是带病者，但是有测试呢就好过没有测试。最起码测试到有症状的人，我们可以及时去求医，以免把病毒传染给更多的人。到现在居然还可以看到有人不戴口罩出门，真的是嫌钱很多是吗？钱太多的话，捐给我们疗养院咯。其实这个病毒呢，要在室内近距离接触10到15分钟的情况下，才有特别高的机会传染给别人。戴口罩虽然没办法100%预防病毒的感染，但它可以明显减低传染率。而且政府都现在已经降低了口罩的价钱，还买不到咩？如果有钱还沙曼，倒不如去买多点口罩，有多的还可以给人呢。不要像我这样，把金不要还钱，跟他赌会不会中沙曼，这个是命来的嘞。不要拿命来开玩笑，真的不值得。再次呼吁大家，无论情况多糟糕，战胜病毒人人有责。大家越早合作打赢这场战，那经济呢也会跟着更快的恢复，还这个社会一个健康的环境。我是 Dr. Lim， 想要多了解我们疗养院的服务和为什么我们的价钱又公道，服务又专业，请在以下的 description 浏览我们的 official website。